今天是周末啊，咱们聊点轻松好玩的话题啊。王局办如果要是一直聊那种比较沉重的话题啊，虽然可能每一期节目你单期看可能都比较过瘾，但是如果持续下去啊，可能无论从观众来讲还是我呢，心理上都会有一些压力。为什么呢？人要是持续的接受负面信息啊，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可能多少也有一些影响。那么今天咱们所讲的这个轻松好玩的话题是什么呢？是发生在哈尔滨的一个故事，一个钓鱼执法者反被钓的故事。什么叫钓鱼执法者啊？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些执法者本身冒充所谓的犯罪分子去勾引其他人去犯罪，然后呢，去把对方绳之以法。在国内啊，我们一般听到的都是一些执法者去钓鱼那些被执法者，但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却相反，是那个试图去钓别人执法的那些执法者呢，被执法者啊设了一个套，最后给反杀了。你这举报热心市民，你这举报的无效，举报他没有营运手续。如果你再有意见，打市长热线。哎，对，那个，不是，那你有执法手续，你有手续，为什么告诉我没有啊？我为啥告诉你啊？你是警察呀？你问我，我不告诉你咋的？我有没有跟你有关系吗？那不对呀，你在欺骗我呀！他是不是？我欺骗你啥了？这个故事啊，要从6月11号晚上开始讲起。6月11号晚上的哈尔滨呢，一个网约车司机在街上巡逻，拉了一个乘客。这个时候呢，大约是晚上10点半，上车的这个人就是刚才咱们见识的这个人。这个人上车之后啊，司机发现他一身酒气，显然是喝的有点多了。然后呢，他让司机给他自己拉回家。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要求啊，想在车里抽支烟。司机一听就不干了，因为网约车的车内呢，其实也属于公共交通工具，在车里抽烟呢，本身是法律禁止的。但是这个乘客啊，身份不一般，问这个司机啊，你有证吗？你有这个网约车的运营资格证吗？这个司机倒也老实，说我没有。那这个乘客一听没有证，那你就正犯在我手里头了，对不对？行了，你也不用把车开回这个我家了，你直接把他拉回我们的执法站。同时呢，他就打开电话，开始跟自己的同事，一个小黑车，我要回家还不让我抽烟，那我就收拾他就完了呗，好吧，回局里吧。我就想抽根烟，你还不让我抽，我换你也行。你前不叫我干啊？一会儿让你认识我。行。一般的司机啊，要是看到执法者坐到自己车上，然后让他自己开到执法站，肯定是心里慌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看刚才的这个视频啊，在整个过程中，这个网约车的小哥啊，始终非常淡定。哥儿，哎，林博儿，哎什么？那个黑车怎么罚？网约的黑车。我这黑车2万。好了。5000到2万。那个我打的车怎么办？不是那什么，我下单，我回家，然后我要抽根烟，他不让，我说他有没有证，他说他没有，我现在往站里回。站里有人吗？有，我让兴旺和那个谁，那个建庄生回了。啊，1000到2万的罚款。行了。从这个信息中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执法者啊，这个所谓的执法者啊，内心啊其实是没把法律当回事儿的，那些程序对他来说没什么大意义。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法律的手段收拾一下这个的哥，因为这个的哥冒犯了他，因为他想抽烟，这个人不让他抽，对他来说这就不可容忍。小峰打完了，5万到2万。小峰处罚5万到2万。1000到2万。啊，5000到2万。那不用他去啊，你先办吧。明天法制批就完了呗，着什么急啊？哎呦我天，那你这权力挺大呀。没事，不大。
啊？我咋没有权利？我什么权利都没有？你签字好使，那可不就那啥呗？你权利大呀？没有，我就是想抽根烟，想回家，是您不让我抽烟回家。对。晚上11点左右啊，这个滴滴小哥啊，拉着这个执法者到了哈尔滨市的一个执法站。这个司机小哥呢，当时也留了一个心眼儿，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叫来了自己一个同伴，跟他自己会合。然后到了执法站一看啊，果然那个地方已经有了2个警察在现场，其中一个穿着制服，一个没穿制服。我看你什么业务？我看你这看看业务出来。真横啊！工装不穿，还有一个只穿上衣不穿裤子的。你有看看有这个设备，但是我要求你这个就是所谓的热心市民，要实名举报我。对，真横啊！我现在不完全的。我一朋友来了，看又抓住不放，你看看，又抓住不放。你也要相互配合啊，咱们不能随意啊。看看多横！逼住你啊！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滴滴小哥啊，非常懂法，他的法律知识啊，其实跟那些警察啊是不相上下的。你看他知道啊，执法的时候必须有2个人同时在场，然后执法的时候呢必须出示证件，然后同时还必须穿制服，不穿制服还不行。我看一眼你的名是吗？等一会儿我处理这个事儿。你现在是干什么呢？你是这个啊，不要给我影响我办案啊！看影响办案，一个人就来办案，是不是？我2个人啊，现在有穿工装了吗？我知道他是谁呀？是不是？看好了，看，看看，上来查来了，放大镜查。我不得看有光吗？可以，来，我给你照着我这个亮。你可以来，你可以说啊。来资格证，你可以说。用不用出入身份证？不用啊，咱们是不可能无理取闹啊。这还不是无理取闹？这一个喝完酒，咱不知道是不是公职人员，我不知道啊。人家说热心市民，他们仨一伙儿的。对，应该是个不知道是不是公务员，我不知道啊。说热心市民上车就要抽烟，我问一下，公共交通工具能抽烟吗？这个过程中间，他们还是露了马脚，最大的马脚就是这个警察身上那条行头之外的那些东西不一般。一个是他手里头拿的那个手机，这个手机啊，别人一看这个东西，这个手机不一般，是华为的一个非常新的新款，一个手机19000，好像是可以折叠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司机手上戴着，不是这个警察手上戴着这块表啊，这块表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劳力士，什么绿水鬼，当然我也不懂了啊，还是黑水鬼、绿水鬼的啊。据说在网上一查，价格14万。你想想，一个小警察呀，普通的执法人员呢，带一块表14万，然后呢，那手机华为的19000，他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钱呢？你好，你好，请出示营业证、资格证啊，请出示您的营业证、资格证。我接到群众举报，我们哪有半夜执法的？我咋没听？那群众为啥对我没有意见呢？为啥对你有意见呢？因为你们仨一伙儿钓鱼执法吗？你为什么举报？钓鱼执法吗？司机没让你抽烟吗？对呀，是不是没让你抽烟吗？你能抽烟吗？公共交通工具你能抽烟？你能抽烟呢？查出来是不是？拍着呢啊！消线，跟你没有关系啊，消线。这个没完必指我。全部有效，全部有效。那他这算什么呀？你这举报热心市民，你这举报的无效。无效。举报他没有营运手续。如果你再有意见，打市长热线。哎，对，那不是，个，那您有执法手续，您有手续，为什么告诉我没有啊？我为啥告诉你呀？你是警察呀？你问我不告诉你咋的？我有没有跟你有关系吗？那不对呀，你在欺骗我呀！他是不是？我欺骗你啥了？对啊，我欺骗你啥了？我我有没有证跟你有啥关系？你对，你可以告我。我问问你有没有，你可以告诉我你有，也可以告诉我你没有。没有，是不是你原话说的？没有，没有，咋的了？那你为什么要骗我？我骗我？你骗我以后，所以我才举报的。那你报警吧，这个归警察管了。这个滴滴小哥是没事了啊，但是那个举报滴滴小哥那个人可是有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滴滴小哥的这个手续都是合法的，但是那个哥们儿，他在这个过程中在车上因为抽烟被人拒绝，然后呢就狎子报复啊，给人打电话要处理他这个过程，全部被录下来了。
打我车那人是不是？你有什么事儿啊？你找我呀？你有什么事儿啊？你要跟我见一面，你要干啥呀？第二天，他就开始给滴滴小哥打电话了。为什么？害怕了啊！有人说你们钓鱼执法不是一回了，我现在正在搜集证据，我只要搜集证据，我马上110我报警，你试试好不好使就完了，还法治社会，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法治社会，知道吧？我守法，知道吧？你去查查公共交通上让不让抽烟，不让你抽烟有没有毛病？一会儿抖音上你就能看见，哎，现在你在抖音上应该就能看见，电话撂了吗？还没撂是不是？现在电话就有录音，我马上一会儿给生活报的，包括给这个各个群我再发，这是后续的。继续说，你要找我干点啥？说话呀！信号断了啊？信号断了。我说话见你一面，你说话，你说这些我也是想见。我没功夫。这会儿害怕也没有用的。这滴滴小哥啊，把这个所谓的这些录像发到网上之后啊，立刻引爆了舆论呢。哈尔滨市政府马上就开始成立调查组。这一调查才发现啊，那个乘客醉醺醺的乘客啊，其实还真的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只是哈尔滨市交管局的一个借调人员，他的名字叫杨云博，立刻就被清退了。当然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杨云博是不是真有背景啊，清退是不是为了保护他，那我们就不清楚了啊。至少那个新闻的公开稿里是这样的。然后呢，当天晚上执法的那2个人呢，也都被严重警告，同时呢，也被调离了执法岗位。然后哈尔滨市的纪委呢，鉴于那个当时执法的警察带的那块所谓14万的手表，还有1万9的手机呢，也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他进行专案调查。其实这个故事啊中的那个所谓的乘客，你要把它概括为钓鱼执法，其实有点不太恰当。他是公权滥用，因为在他的眼中啊，这权利就是他的。当那个快递小哥当那个司机小哥啊阻止他吸烟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就把他手上本来拥有的公权力变成了自己收拾其他人的工具。在他的心目中，这公家赋予他的权利就是他的，就是他个人的，他可以出于他自己的那种目的啊、动机啊去行使，随意去行使。所以呢，在我看来，这不叫钓鱼执法，这就叫公器私用，这就叫公权力滥用。其实这个比钓鱼执法要更严重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公共的权利啊，只应该因为公共的目的去行使。如果公权力被个人的目的随意去行使的话，那么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你想想，如果我们面对执法人员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去跟他去据理力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你要是冒犯了他，对方可以把他公权力随时行使进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想想，我们普通人如果要是面对自己权利被侵害的时候，你敢跟他们去据理力争吗？你肯定是不敢呐，因为你据理力争的结果，你可能是更倒霉呀。所以公权力滥用，其实这种状况是最为可怕的。那么怎么制止呢？我觉得这个滴滴小哥啊，应该说今天他的故事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什么思路啊？就是对这些公权力的行使者，他们的程序、他们的方式进行所谓的监督，但他的监督的方式又特别巧妙。他的巧妙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是通过设套的方式来监督他们。他明明自己有合规合法的这种许可证，但是他不告诉他们，他说我没有。于是呢，这个执法者就上套了。既然你没有，那我就收拾你，对不对？因为你拒绝了我嘛，你不让我抽烟嘛，那我可就要收拾你嘛。于是就把这小哥弄到执法站去了。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间，不但全程被录了像，而且人小哥还是合法的。结果到那个地方，那个执法者也没有依据去处理这个小哥。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公权力私用的这个人的整个过程，他的丑恶的嘴脸却被录下来了。大家要知道，我们当年在做记者的时候啊，这一招经常用，就是给那些知法犯法者设套。因为设套本身才能让他们钻进去，才能让他们出丑。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我们中央电视台原先啊在河北省啊就拍那制假贩假的那个基地啊，他们做假的是做什么呢？就往这个豆腐皮里面掺滑石粉，因为这样呢煮出来那个滑石粉不容易烂掉，而且口感比较好。但你想想，滑石粉这东西人吃了能好吗？是不是？显然对人的身体健康危害非常大呀。那于是我们焦点访谈的记者啊就去拍摄，冒充这个乘客，冒充这个购买者到那去买这个滑石粉，把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滑石粉造假这个豆粉的过程中全拍了下来。拍完之后，我们这个记者特别聪明，他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当时在暗访的过程中间，他发现那个村子里到处都是这种制假贩假的这种这个所谓的豆粉生长作坊。那你想，那当地政府为什么不制止啊？所以他们的判断就是，这些造假窝点得到了政府的默许甚至是支持。为了验证他们这个目标，他们就设了一个套。他们拍完之后呢，就找了一个角落，把这摄像机啊对准这村的大喇叭，然后呢，他们给这个当地的宣传部门打电话，说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啊，我们听说你的某某村里头啊，那个地方有造假窝点，就把这个豆粉呢里头掺石粉，然后再生产。我们呢准备到你们那儿去采访，我们提前跟你们说一声啊。放下电话，几分钟之后，这大喇叭就开始广播了：各家各户注意了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马上来了啊！把你们的窝点里头都赶紧都收拾起来啊！要不要中央电视台记者拍下来，你们就完蛋了啊！整个这个过程中全拍了下来。他那个片子的最后，就是用他这个拍摄的过程中间做的结尾，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呀！所以啊，对这些不法的执法者来说，给他们设套就是最好的方式。最后一个方面，我要讲一讲，当年啊，能给这些执法者设套的只有我们记者，因为记者可以拍呀，而且还有所谓的播出的平台啊，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呢。但是现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呀，因为你想想，现在这个录像录音设备很容易就搞到了，你把它拍下来之后，稍微剪辑一下，甚至现场你做转播，然后你把它发到抖音上，可不就可以变成全民舆论立刻热议的焦点吗？这个滴滴小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些执法者出丑的，成为了舆论热点，然后呢也逼迫了哈尔滨市公安机构、哈尔滨市的有关部门呢对这些所谓的不法的执法者进行了处理。所以我要说啊，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呢，记者这个门槛大大降低了，人人都可以当记者。你拿起一个摄像机，你拿起一个手机，你就可以把这些执法者的丑恶嘴脸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之后，你上传到任何一个平台上，就有可能成为一期焦点访谈。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个所谓的反杀的故事就给我们提供了这3点启示：第一，自己要懂法；第二呢，懂法的过程中还要聪明，给他们设套；第3个方面，我们设完套了，拍下来之后上传到网上，如果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这样觉醒了，那些不法的执法者们，他们就不好再继续胡作非为了。